30尺、40尺、50尺，細個車位嘅劏房咧有好多，共用廚廁、床對廁所嘅亦都唔稀奇。政府成立工作小組咧，想解決呢個劏房問題，研究最低嘅居住標準。結果係點呢？我哋今日唔知，但係咧，我哋事先同大家去睇下最劣嘅劏房到底有幾劣。而家去睇嘅單位位於天台，呢個天台原本佈滿天台屋，但係近年已經拆咗好多間。而家嘅景觀比較開揚，想曬衫曬被曬鹹魚，呢度亦都有足夠空間。沿住呢條巷仔走入去，就差唔多去到今日要睇嘅單位。有好多劏房咧都需要共用廚廁嘅。我哋嚟到呢一個天台屋嘅角仔咧，有2間房嘅。咁啊，正正咧就係位於呢個共用廚廁嘅上面。如果要翻房咧，就首先要經過呢一堂嘅梯。咁佢咧其實就已經 lock 死咗咧喺個牆身嗰度，咁啊感覺都安全嘅。咁啊不過就通道就有啲窄啊，咁所以我哋上嚟嘅時候咧都要非常小心。上層住人，下層廚廁，勉強都算係複式單位。呢度左右兩邊都各有一伙。哇！最高點喺邊？樓底高度只有1.56米左右。5尺3寸以上嘅人上到嚟就要彎腰做人，喺屋裏面走動先至唔會冚親頭。呢個單位大約有67尺，對面嗰一伙呢就有46尺。呢個角仔單位隔熱、防漏水都做足功夫，屋頂牆身都貼滿晒發泡膠隔熱。呢度室內空間分明，入口位置可以做客飯廳。呢一邊本來已經放咗層板，可以放電視或者放一啲加飾品，仲可以坐喺上面着鞋出門做一個玄關。離開客飯廳，房間最裏面嘅位置直接放床墊就可以休息，床頭亦都有層板可以儲物。床單被鋪換季嘅衫要揾地方放，呢個空間就派上用場。床尾位置有窗同埋抽氣扇，瞓覺嘅時候想空氣流通一啲，可以打開全屋嘅窗，再打開抽氣扇，感覺就唔會太焗。屋內嘅空間就係得咁多，想炒菜煮飯、魚翅沖涼就要去到樓下嘅共用廚廁。樓上樓下一板之隔，有人用廁所，雖然睇唔到，但係就有機會聽到聲。有人喺樓下炒菜，油煙亦都會入屋。住戶最好就係揾一塊板放喺出入口做阻隔。呢度住喺呢度真實嘅體驗係點呢？前住戶歐先生就咁樣講：你呢度得個4尺2幾高啫嘛，5尺高度啊，直情企唔直啊！我哋都企唔直，我哋算矮細㗎啦，都唔得。因為你日頭好熱啊，我哋俾一個呢啲盤啊，裝滿一桶水，唔喐佢，天熱一個禮拜冇晒嘅嗰啲水，至到冇啊，蒸發佢走啊，放到俾佢好似蒸晚黑翻嚟就冇咁熱咯。你如果我正式等到佢唔凍得，起碼成10點㗎，即係佢凍晒。如果你有盆水咧，7點零鐘咧，佢就涼翻噶啦。打風都頂得住噶，不過我冇人夠膽喺度住啊。如果打風，我哋走出去住噶。如果人哋即係煮飯啊，或者去廁所啊，你聞唔聞到啊？聽唔聽到聲？我哋冇聞，但係佢廁所呢度望唔到落去嘅。下邊炒餸啊，剩得要冚住佢，唔係嗰啲油煙谷上嚟嘅。住喺呢個角仔要能屈能伸，喺屋裏面要低頭彎腰，走到屋外面先至能夠企得直。如果唔想入屋嘅時候彎低腰，想時刻都企得直，可以考慮接下嚟呢一間。我哋而家嚟到呢個劏房呢，走廊就夠晒闊啦。咁但係咧，除咗左右劏之外咧，呢一度咧都有上下劏嘅劏法。咁啊，呢度就劏咗1、2、3、4間劏房，而我哋今日去嘅咧就係最角落嗰一間。同樣位於唐樓，要共用廚廁，單位係上下劏嘅下格，樓底有1.8米幾，
一般人入屋之後都能夠企得直。室內就好似一個長方形，四四正正，有3隻半窗，打開窗總算有新鮮空氣入屋。覺得空氣唔夠清新，窗邊仲有一個鮮風機可以用。呢度室內面積大約55尺，靠窗嘅位置放咗一張碌架床，上格儲物，下格瞓覺。有台有書架，住得耐物品多，除咗可以買膠箱返嚟做收納，天花嘅位置都要善用。單位嘅天花就有唔同嘅繩同埋鈎，都掛滿晒住戶嘅私人物品。屋裏面亦都有齊雪櫃、微波爐、暖風機。不過放完呢啲電器，安排好儲物空間，屋裏面可以走動嘅位置就只係剩翻一個身位闊嘅通道。樓底雖然相對角仔高，室內空間亦都叫做四正實用。不過住喺呢度，住戶就要有心理準備，面對一個問題：個頭向呢度，隻腳向嗰邊。咁夜晚黑即淨一眼光管噶嘛，咁瞓覺冚住張夾被，咁佢咪咬你腳趾咯。佢咬嗰陣時，你話感覺咁埋痛一痛噶嘛，咁你咪醒咯。陳先生樓上嘅單位而家冇人住，變成老鼠經常出沒嘅地方。佢不時都會上去，打開門就見到滿地老鼠屎。佢都會嘗試喺單位邊緣攝報紙，嘗試阻止老鼠走入佢住嘅單位。即係老鼠其實佢個嗅覺係好厲害嘅。你掛到幾高咧，佢一樣可以聞得到。除非你揾呢啲膠箱咧入住咯，佢就會好少少。如果唔係，你呢啲膠袋，就算冇嘢食，佢都會一樣咬。如果睇完兩個複式單位，都係覺得樓底矮有啲壓迫，亦都唔想共用廚廁，想有自己嘅獨立廁所，你可以睇下以下呢一間。哇！我哋嚟到咧呢一個劏房咧，咁啊一嚟入到個走廊啦，咁啊啱啱好咧夠一個人過，咁啊剩翻咧就大概一隻手掌都唔夠嘅距離，咁啊兩個人過咧係冇咩可能噶啦。如果咧你出去嘅時候遇到鄰居翻嚟咧，咁啊睇下你讓佢定係佢讓你啦。咁而穿過呢條走廊咧，我哋就會見到咧我哋今日要去嘅呢個單位。呢個單位大約有37尺，由門口行到盡頭只需要幾步。幾面牆都裝滿掛鈎，用嚟掛衫、掛日曆、掛雜物。左邊放一張碌架床，同頭先嘅單位一樣，上層係用嚟儲物。不過呢一張床嘅功能遠遠唔止咁簡單。睇個電話啦。下格床除咗用嚟瞓覺，亦都係住戶坐喺度休息睇電話嘅地方。當住戶想煲飯煮公仔麵嘅時候，就變身成為開放式廚房。煮完收起煮食用具，住戶亦都可以坐喺床邊食飯。呢個下格床係睡房，亦都係廚房同埋飯廳。呢間房同頭先兩間最唔同嘅就係佢有一個私家廁所，住戶唔需要同人共用。不過呢一個係開放式廁所，冇廁所門做阻隔，馬桶亦都冇廁板。企到入去，側面有熱水爐，另一邊掛咗食材。後面係馬桶，馬桶上方亦都拉咗一條繩用嚟晾衫，感覺比公廁廁格仲要逼仄。淋浴區同床只有1步距離，唔想整濕床鋪，沖涼嘅時候就要自己諗下辦法。住戶李先生住咗喺呢度3、4年，佢平日用嘅就係呢一種方法。係啊，我攞塊布溝嗰啲蓋咁啊，平時都喺呢度，都就住啦，冇辦法啊，你咁細係嘛？即係我貪佢有個廁所，有個獨立嘅廁所咁樣，比較方便啲啦。李先生對於開放式廁所就冇太大意見，亦都唔介意單位細，但係對於單位偏殘舊，佢就有啲睇法。喺呢度住咗3、4年，鄰里關係亦都唔算好，佢亦都有意思想揾地方搬。要定出最低居住標準，政府嘅工作小組仍然要一段時間。但係即使有標準之下又有幾多種劏房？劣、更劣、最劣，呢3間劏房又屬於邊一種？要解決劏房問題，標準固然要定，但係面對呢一堆最劣劏房嘅時候，當局係咪都應該思考要優先處理呢一啲嘅住所呢？